哦吼，路修不了喽！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大家可能都发现了，这个铲车已经没在这里了。从年前开始修这条毛路的时候，就一直拉到这里来，它是填这里的土用的。结果昨天晚上就有人来把这个铲车给拉走了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拉走的，反正只知道是昨天晚上。然后一直都以为，他们尽快就会来把这里的路给修好，硬化成。现在的话，看来是在几个月之前都不会再来硬化了，因为铲车都已经拉走了。那个铲车在硬化的时候用的还是挺多的，它可以铲那个，水泥砂浆，用来铲在路面打平用的。现在把铲车都已经拉走了，肯定一时半会儿这条路修不成了。本来以为那个铲车停在这里的话，他们施工方在10天半个月就会来修这条路，结果现在拉走了，肯定是看不到希望了。其实觉得把这个毛路通出来的话，虽然它确实是方便了太多，但现在把毛路通了之后，又不继续开始做，就觉得挺可惜的。而且有时候甚至觉得是，对不起这整个村寨。那些爷爷奶奶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本来是不通路的。现在，我们在我们努力申请的情况下，把这条路给申请过来了。然后年前呢，把这个毛路也给通了。他们现在拉那些柴呀，都可以直接从地里面拉到车上，直接拉走了，就不用人工扛了。但是现在又修到半途而废，特别是爷爷奶奶家。他门口的那里，有很多的石头和泥巴，而且他们现在腿脚也不方便。如果是一直那样的话，还是有点担心的。还有其他的村民，把他们的地还有森林全部都拿出来修这条路，现在突然就不修了，感觉心里还是挺愧疚的。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事情。我们多次打电话给村支书，看一下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，让他们尽快来把这条路给修好。但是村支书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因为不知道是资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。之前是政府出资为我们村修这条路，开始预算的价格是15万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预算的价格那个钱已经用完了，所以施工方不愿意再来继续施工。他们其他地方也有工地，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做了也不一定。现在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了。我们本来想的是这条路硬化成功了之后，在半个月或者1个月应该就可以完全修好。我们就可以从这条路拉我们改造房子的所有材料。现在毛路已经出来了，硬化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成。所以我们尽管这条路，它现在已经半途而废了，但我们还是会继续想办法把我们的材料运到下面去，继续修改我们的房子。虽然这条路还目前为止是毛路，但是天气好一点的话，就可以把车子的材料拉到下面去，就像我们那天骑电动车一样，依然可以骑到我们的家门口。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里这一堆泥巴，之前施工方没有把它清理开，是挖叔叔旁边这条小的支路挖下来的泥巴，所以就一直堆在这里了。我就在担心，如果我们拉材料的话，这里这些泥巴在这里堆着，没有办法从这里过去，因为它的旁边有一点窄嘛，而且像路的边缘那些都还没有砌薄坎。如果是那种拉重材料的车往边上走的话，害怕它往下面斜下去，所以就比较危险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比较窄，如果是大车经过的话，不一定能通过。之前早知道就叫他们用挖机把这些泥巴先清理开了之后，再让他们的挖机拉走。
那现在已经拉走了，挖机走了，铲车也走了，施工方也不来了。这一堆就在这里，我们如果用锄头来把它一锄一锄的挖开的话，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把它清理走。而且我们自己来运这堆泥巴的话，我们是这些泥巴要运到那边去。因为之前村民已经跟我们说过，所有的泥巴都不能往这里倒下去，所以这一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，我们个人行为根本是无法完成的。这么一堆泥巴，要是用那种大的卡车来拉的话，都要拉好几车，更别说我们自己人工来把它挖走了。像我们这里最陡的这个坡度，估计拉材料的那种大型车也不敢往这里走。如果是硬化了的话，应该还是比较简单。现在目前来看，用那个电动车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开下去爬上来都没问题。但是那种重的卡车我就不清楚，他们具体敢不敢开这条路。如果到时候拉材料来，让他们看了一下这条路，如果他们敢拉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尝试一下。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再进行拉材料吧，因为毕竟安全第一嘛。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爷爷奶奶房子周围的这里，看似它这个泥巴要往下滑，而且现在的雨季马上就要来了，如果经常下雨的话，它肯定是要往下滑的，所以比较危险。而且下面的那块地也是爷爷奶奶的，全部都拿出来修这条路了。现在又不继续修了，就感觉很愧对爷爷奶奶。感觉他们一片好心都浪费了。特别是这里，如果下暴雨的话，就特别容易出现泥石流。而且看一下奶奶家房子旁边那里，以前是有一条水沟的，现在那些泥巴石头已经把那条水沟给挡住了。如果下大暴雨的话，那些水肯定就出不去，爷爷奶奶的房子肯定会被淹到。大家看一下，以前答应爷爷奶奶把他们这面前的坝子给它一起硬化出来。虽然现在的路已经通向爷爷奶奶家的门口了，它的坝子是临接这条路的，但是离爷爷奶奶的预期还是有点远。这里的坡度是最陡的，如果拉材料的卡车往这里通过的话，肯定是不敢的。我们如果用锄头来把这里挖平一下的话，可能1年都挖不下去。所以感觉还是挺难的，因为他们之前说的要把这里的宝坎给砌起来了之后，才把这里给填起来，不然的话还是挺危险的。现在宝坎没有填起来的话，我们用锄头来挖，把这里给挖平也不太现实。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把这条路给挖到我们房子后面去，我们把那边那个老房子也买下来了。本来是说，等路开始修了之后，就从这里修一条支路到我们刚买的那个老房子那里去。现在路修不了了，我们房子也买下了，材料却运不进去，感觉又是一个麻烦。而且那个房子的话，如果再不修，估计没有多久就会倒塌。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把我们的材料运到小院里面去，因为我们的小院也搁置这么久了。如果再继续等它这条路修好了之后再运材料的话，那我们的小院又得要等很久了之后才开始修，所以的话等它这条路肯定是遥遥无期了。